如果你淨係睇指數，可能會覺得，咦，標普500指數好似冇乜點喐喎。但係如果你打開個倉睇下，特別係揸住 Intel 嘅朋友，尋晚肯定係一個無眠夜咯。曾經嘅美國科技霸主 Intel， 尋晚單日股價插水超過17%，市值蒸發嘅速度快過雪糕融化。相反，黃金就衝到每盎司接近5000美元，白銀更加係歷史性咁衝破100美元大關。一邊係科技股嘅慘案，一邊係避險資產嘅狂歡。到底市場發生緊咩事？係咪我有啲嘢睇漏咗眼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個極度撕裂嘅2026年1月市場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大環境發生緊咩事。如果你睇琴晚公布嘅宏觀數據，你會覺得美國經濟好似開咗掛咁勁。美國1月份嘅製造業 PMI 初值升到51.9，服務業 PMI 雖然跌咗少少，但係都仲係擴張區間。最誇張嘅係亞特蘭大聯儲銀行嘅 GDP Now 模型，預測緊美國 GDP 增長可能高達5.4%，再加上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又升到56.4，按照道理經濟咁好，股市應該要爆升先係㗎。點解道指琴晚會一度跌成400幾點呢？呢度有兩個核心矛盾。第一，好消息就係壞消息，經濟太好，通脹預期又升翻上嚟。調查顯示，一年通脹預期去到4%。貝萊德嘅基金經理 Tom Becker 都出嚟講，話市場低估咗通脹風險。佢由舊年年底就開始沽空美國國債，即係話聯儲局減息嘅美夢可能又要醒一醒啦。第二，地緣政治嘅神經刀。雖然特朗普對歐洲嘅格陵蘭關稅暫時縮沙，玩咗一轉 Trump always chicken show， 但係市場個心都係嚟一嚟。你睇下，琴晚歐洲有一隻叫 CSG 嘅國防股上市，第一日就炒高超過31%。呢個係全球歷來最大嘅國防企業 IPO， 說明資金係幾咁驚打仗，或者話係幾咁想發戰爭財。所以宏觀面依家係一個冰火兩重天，實體經濟數據好熱，但係通脹同地緣政治嘅陰影就令人好寒。講完大環境，我要講一個我觀察到好令人不安嘅異常現象，就係散戶接火棒，大戶靜雞雞走人。我喺之前 Patreon 嘅會員通訊引述過美國銀行嘅數據，散戶喺過去一個禮拜抄底買入嘅資金量創咗近1年嚟嘅第3高。佢哋見到市場回調就覺得係機會瘋狂買入，但係另一邊廂機構投資者做緊咩呢？佢哋喺度瘋狂出貨，單周賣出咗92億美元，係過去18個禮拜以嚟第14次淨賣出。仲有一個數據好得人驚，就係基金經理嘅現金水平降到3.2%，係2000年以嚟最低，即係話大戶手頭上已經冇乜錢再買上去，反而係滿手貨，準備隨時掟俾你。當散戶情緒咁高漲，而聰明錢 smart money 喺度撤退嘅時候，歷史告訴我哋，通常短期頭部就快出現啦。各位聽眾，千祈唔好因為 FOMO 錯失恐懼症而盲目追高啊！咁面對咁樣嘅市況，又應該點操作呢？第一，琴晚 Intel 暴跌17%，好多人會問跌咁多抵唔抵搏反彈啦？首先 Intel 嘅問題唔係需求唔夠，係佢自己便秘，有單都做唔出。產能卡關，製程落後，呢個係結構性問題，唔係一兩季搞得掂嘅。相反，台積電琴晚逆市升咗2%，因為 Intel 做唔切，訂單咪又要留翻去台積電度咯。第二，關注 NVIDIA 嘅中國機遇，市場傳出消息，中國當局允許大型科企採購 NVIDIA 嘅 H200 晶片，呢個係大新聞。之前大家驚中美科技戰會整死 NVIDIA， 依家個門稍微開翻條小裂縫，對 NVIDIA 股價係強心針。琴晚佢逆市升咗1.5%。第三，黃金白銀繼續揸，但要小心回調。依家金價已經逼近5000美元，白銀更加係破咗100美元。雖然市場上大多數人依然睇好，因為美債已經唔再安全，但係短線升得咁急，肯定已相當超賣，可以考慮喺度做少少獲利鎖定，但係底倉就唔好隨便賣。最後，我想重點講下一個大家可能忽視咗，但係極度危險嘅炸彈——美債危機與10萬億債務牆。點解黃金會升到咁癲？ LGT 私人銀行嘅策略師 Philip Lisaba 講得好啱，債券特別係美債已經失去咗安全資產嘅角色。我喺之前 Patreon 嘅會員通訊提過，未來12個月美國有大約26%嘅國債到期，規模高達10萬億美元，即係話美國財政部要喺1年內揾人借10萬億翻嚟去還舊債。問題係2020年借錢嗰陣利息係0%，依家再融資利息係3.75%甚至4%以上，呢個利息支出會爆炸性增長。琴晚10年期債息一度升穿4.26厘，
貝萊德都喺度沽空美債。當美債供應量咁大，而外國買家好似中國、日本又唔太想買嗰陣，債息易升難跌。呢個就係點解資金要湧去黃金白銀，因為大家驚緊美元信用嘅稀釋。呢個不單止係通脹問題，係對美國償債能力嘅不信任票。總結嚟講，2026年1月尾嘅市場係一個異常嘅分化市，經濟數據好到令聯儲局難做，而黃金嘅新高就警示緊背後嘅債務黑洞。下個禮拜聯儲局就會公布議息結果，同埋特朗普話會公布下任聯儲局主席人選，政治加政策嘅雙重不確定性，波動肯定陸續有嚟。我嘅建議係唔好同趨勢作對，但要做好保險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。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